欢迎收听华瑞投银观点。最近有在关注美股、美债或全球理财的朋友，是不是被这几天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给搞懵了？前阵子大家还在开心的讨论，美国经济数据好像变弱了，联准会今年肯定要大举降息，资金放水狂欢马上就要来了。结果呢，美国刚刚公布的就业数据直接给了所有多头一记响亮的耳光，就业市场强劲到不可思议，失业率更是稳如泰山。高盛证券发表了一份震惊华尔街的宏观报告，标题非常冷酷，直接写着今年联准会不降息。高盛在这份报告里正式宣布，将先前预估的降息时程全面往后推迟，2026年降息宣告彻底泡汤。这究竟是经济强韧的黄金盛世，还是高利率维持更久的资金绞肉机？今天我们直接拆解高盛这份热腾腾的内部数据，带大家看清联准会不降息的底层逻辑，以及我们要如何锁定2027年的关键月份，提前做好资产防御。首先，高盛为什么会在今天做出如此决绝的零降息大转向？这就要提到美国劳动力市场展现出的恐怖防御弹性。高盛在报告中指出，由于美国的就业和实体经济活动远远比他们之前想象的还要强韧，所以他们决定将联准会最后2次降息的预测直接往后推迟到了2027年的6月与12月。这代表着整个2026年我们都将在极高利率的环境中度过。在正常情况下，如果央行急着降息，通常是因为失业率开始飙升，经济出现衰退迹象。但高盛预估，美国未来的失业率在达到顶峰时，也仅仅只会微幅上升至 4.4% 的水准。大家可以试着想一想， 4.4% 的失业率在历史上依然处于极其健康的充分就业区间。高盛分析指出，这么低的失业率根本无法在联准会决策层内部创造出任何需要急迫降息的拯救经济紧急迫切感。既然经济好得不得了，企业依然在招人，那联准会最自然的政策路径就是把高利率像锚一样死死定在原地，直到通膨彻底服软为止。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在背后支撑着美国经济，同时又像防御堡垒一样死死堵住了降息的通道呢？高盛在报告中帮我们抓出了最关键的3大物理重力。高盛指出，联准会之所以会选择一再延迟降息，是因为实体经济此时正承受着3大不可忽视的通膨与需求冲击。第一是关税政策，随着全球贸易壁垒的抬头，关税的提高正在实质上拉高进口商品的底层成本，进而对核心物价形成持续的向上托举。第二是地缘冲突，持续的地缘摩擦对全球供应链和大宗商品造成了间歇性的脉冲冲击，让通膨的防线很难一次性被击穿。第三，则是我们天天都在谈论的 AI 需求大爆发，成百上千亿美元的资金正在疯狂涌入数据中心和电网重建，这种规模空前的资本支出在实体经济中释放了恐怖的需求热量。高盛分析指出，只有当这关税、战争与 AI 需求3大实体冲击的效应在物理世界中逐渐退去，且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真正稳步逼近 2% 的警戒线时，联准会才会放心地开启降息大门。而在2026年，这3大重力显然正处于能量最充沛的释放期。除了降息告吹，很多人现在最担心的是联准会会不会因为通膨太有粘性，反而反手选择升息呢？对于这项市场最大的疑虑，高盛也给出了冷静且理性的点检。高盛在报告中承认，由于就业数据太好，加上近期联准会官员的口风普遍转鹰，升息的门槛在实质上确实被降低了，发生升息的几率比我们最初想象的要稍微高了一些。但高盛定量团队随即指出，升息依然是一个极低概率的事件。这背后有2大硬核原因。第一，虽然战争和关税带来了局部的价格震荡，但高盛的监测显示，这种通膨冲击目前并没有在实体经济中大范围扩散，它依然局限在特定的上游原材料领域。第二，则是更为关键的工资增长。数据显示，美国目前的工资增速虽然强劲，但依然运转在与 2% 通膨目标相容的临界线下方。也就是说，工资并没有跟物价形成失控的工资与物价恶性螺旋，只要这2大底线不被击穿，通膨就不会变成自我实现的怪兽。
联准会也就完全没有必要采取容易引发金融踩踏的暴力升息，高利率维持更久的平坦路径将是唯一的政策常态。分析完这些令人心跳加速的宏观预测与就业指标，我们必须站在更高的视角去透视这场高盛零降息转向背后全球资金正在发生的本质位移。高盛这份及时雨般的报告为我们揭开了全球资产配置下半场最真实的防御底牌。华瑞认为，市场长期以来陷入了一种盲目的降息幻觉中，天真的以为只要数据稍微走弱，央行就会像过去10几年一样大举放水，却忽略了在物理世界中关税的重构与 AI 算力基础设施高达数千亿美元的刚性消耗，早已将全球的通膨与利率中枢推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台阶。当高盛果断宣布2026降息全面告吹，这本质上宣告了全球超低利率红利的彻底终结。同时，华瑞认为，这种高利率维持的越久，全球最聪明的钱在进行资产配置时，其风格重组就越是无情。在美债殖利率再次逼近 5% 警戒线的2026年，那些缺乏壁垒、高度依赖廉价融资生存的高估值概念科技股将会面临极其惨烈的去杠杆洗牌。相反的，那些手里握有实体订单、产品具备极高物理壁垒且受益于全球 AI 电网重构与先进储能的龙头企业，以及能够提供实质高票息回报的高评级信用债与低波动必需消费品蓝筹，则能在这场资金脱水、去永期化的过程中获得最宽阔的安全边际。当然，大数据原央决策模型虽然给出了预测，但未来依然存在着潜在的双向风险点。第一个关键风险在于通膨冲击出现超预期的非线性测散。高盛指出，如果下半年地缘冲突再度恶化，导致全球油价与原材料成本失控，并实质性的向工资增速进行传导，这将会逼迫联准会重回升息通道，对整个权益市场造成2次去杠杆的急性冲击。第二个风险是高利率累积重力对实体经济的延迟侵蚀。报告中提到，如果高达 5% 以上的基准利率维持得太久，其给中小企业和居民信贷的滞后侵蚀效应一旦在2026年下半年集中爆发，可能会导致失业率突破 4.4% 的预算防线，进而对2027年的经济增长预期构成下杀重力。高盛这份最新的美国通膨与就业报告，用最客观的劳动力需求与降息推迟预测，为我们梳理了关键财报季前夕最真实的资金底牌。这并非一场无序的恐慌，而是一场由就业强韧提供底气、3大通膨重力刚性支撑，而高利率维持更久确立新常态的结构性转型。对于投资者而言，要想在这场利率拉锯战中看清底牌，做好不对称的防御配置，我们的操作焦点绝不能只看名义指数每天的涨了几点、跌了几点。这场利率的持久战其实非常考验大家的耐心。接下来，如果想看懂降息到底有没有戏，我们不妨换个视角，去关注一些真正能左右联准会决策的硬数据。最值得留意的就是美国劳工统计局每个月发表的非农就业增幅，还有大家工资实质增长的变化。看看在高昂的 AI 电力需求与关税背景下，核心物价是不是真的能慢慢磨回 2% 的警戒线。同时，美债收益率在 5% 关卡前的拉扯，也是一个极佳的资金避风港风向标。看清了这几项反映实际经济温度的关键指标，我们才能在利率维持高位，而市场预期拉锯的环境里理清头绪，在风暴真正来临前，提前给自己的资产找到最稳健的安身之所，不被宏观波动牵着鼻子走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